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武器打野的一个出装符文，还有它的刷野抓人思路技巧。这个分段的话，哎呀，他是单着号是宗师，但4个队友都是王者。怎么感觉我这次录的这个武器的画质没那么好？估计是我没调的时候没调好。录制的画质有点差，但不影响观看。武器这英雄，你闭着眼睛你都知道他的技能是哪一些。我靠，说实话，武器这英雄够老了吧？这游戏刚出就有武器。是吧？不是，呸，就端游哈，端游刚出，那时候是有谁啊？好像是 S2 出的武器，好像是对，不是刚出就有，是 S2 就有武器。那时候的他的那个武器是就是到处都是刀的那把武器，而不是现在那个所谓的灯，因为当时太强了。这里上来，利用这个鳄鱼上单的优势先来找他。鳄鱼前期的那个上单霸主位置，没办法撼动。现在数值最强的就是鳄鱼了，上单来说。天哪，你这失误都无所谓，你上去咬住对方就是变态。你打还没有还手都还不了那种。看到没有？看着失血，你就是杀不死他，完了。但你防不住啊，对面还有后手。笑死了！鳄鱼说还有，刚想回头喊一声还有谁，然后自己就送掉了。这跟谁哭去呢？哎呀！不过对面这阵容，佛爷哥这边拿到优势的话，确实有点强度的。我一个一闪晕到3个。然后这里又抛起一个，那个满血的话就别越了，越不了的，帮队友扛一下伤害。哎呦，自己要扛死了。开近了，会不会突然跳过来？往这边放个E，我天！然后对面开挂。说实话，手游还真有挂，我跟大家说，而且还有那种主播开挂的。然后当时好像是被那个借喷实锤了，然后官方当时下场，然后就确实证明了对方就是开挂，然后那个主播就没了。那个主播的话也挺强的，但就有问题。对方这样子是。说实话，乌鸦对线的话应该是有点问题的。不过首先一个点，乌鸦在线上这个英雄本来就弱，但如果玩好一些，其实不会送的。然后对上路被抓了，赶紧过去，这时候就不要再想着刷野了，完了被斩，开1，避免被咬，打不了的。鳄鱼这英雄，你前期单体伤害2打1，你还想打得过？打不了，被他捡了鳄鱼的话。
后续伤害太猛了。这里对方进塔跟打，那回去直接大招进场，得秒这个佛爷哥先换了。这里面应该是这个谁啊？武器绝活哥应该不知道，乌鸦现在玩中路都是玩 AP 的那种，不是那种玩肉的。不过其实乌鸦现在可以玩中路玩肉的话也是可以，搞个璀璨，像他这种情况下啊，队友有大河，对吧？队友有大河，你就直接做个璀璨回响，然后就帮队友扛伤害，然后一样输出不会差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因为他们是打5排车队嘛，4个队友都是，就有大神带着，然后4个水友，这4个水友的话，个个都是王者分段，也不是差，也不就是整体来说肯定不会太差的。起码你看对面佛爷哥的几波操作，虽然说被武器限制了，但是还是知道找回自己的节奏，打出一些效果出来。对方还能再拿到那个龙魂，又被抓了一次。哎，不说实话，我怀疑他这个乌鸦是太能，就是走位不太行，吃那个谁的那个 Q 技能吃太多了。建议玩梅尔的话，是吧？梅尔打拉克是老好打了，你给 Q 时候我就给 W， 你给 Q 我就给 W， 这个而且 Q 技能弹回去命中率还挺高的。这里跳上来直接打，鳄鱼过来，鳄鱼上去就直接打，其实不太理智。往后拉，乌鸦这个血量很健康，被反秒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乌鸦就是有问题的，他这个操作跟不上现在这个这个强度，我怀疑他这个号是不是就是靠这个武器带练，就是带着上分上到这个位置。这拉克斯伤害很高。中娜美，这里有演的。这娜美，这个拉克斯首先发育太肥了，然后他的 W 盾啊，虽然说可能他只加了1级，对吧？但是他的法强够高，那他的 W 的盾就是够，就是有法术加成的嘛。这局还是有点难度的，有点压力。辛之刚，对方就上单那个什么狗熊就做辛之刚是吧？这队友都直接被杀到自家野区都进不去了，这局是有点难打的呀。像这个时候的话，就让这个娜美来跟这个武器上来秒掉了射手。哎，回头，完了，娜美过来反倒是送了个人头。哎，还能敲上来开1，哇，对面控制好足哦。塔，哎呀，塔虽然说推掉了，但对面控制链打出来了，没有第一时间把他秒掉，反倒不如直接把他那个这个女坦秒掉以后送塔算了，这个人头不会到佛爷哥那里，佛爷哥这样的话捡到个大人头，
啊，又要开始爽歪歪了的。对面，我去，吃到拉克斯的 Q 以后，又吃进的 W， 紧接着就是2个人的大招，打不了1点。7-1的拉克斯有点小飞。这里狭窄的地方，乌鸦上去开团是对的。这里娜美过来保一下，一技能开出来，还好没被日女留下来。这个血量，娜美肯定不能留下来。哎，他们看到血量是很健康的，这个武器就不敢碰龙了。佛爷哥在旁边，这里跳过来，先秒掉这个辅助。这里你可以一闪，但是先跳过来先打，接大招秒掉这个佛爷哥先，再后续吃掉这个狗熊。这打野是可以越的，2个 C 位脆皮来的，一技能晕到吗？闪现拉过来。大招就跳走，哎，5杀到手，我靠，这波操作有点帅啊，想法特别好，而且他这个是完全是有思路的。就这种拉扯着打，感觉这波要炸，坏了。完了，佛爷哥也要拿5杀嘛？拿下了3杀。就有点太着急了，说实话。不如直接刚刚拿完那波5杀以后推完高地，直接回头去拿龙，这样的话都不会这么难受。就刚刚可以看到啊，他好多波的操作啊，你就从上帝视角，首先有点你是没有操作的，你是完全从上帝视角，所以你的脑子是会动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问题来了，先看完这个团战，看看他打不打啊？不打，好。然后呢，这里好像要打了，然后先看完他打团。好，射手瞬间被秒，佛爷哥来了，这里一技能吃掉了他一些伤害，这里让队友接一下，泡起来，敲一下，回一口血。这里的话让队友往里去压，这里的话是能打的，对面是少人的。
娜美的这个血量很危险，让娜美回家就好了。一技能开出来 ，AAQ， 狗熊的大招给逼出来了。哇，这日女直接绕到这来了，但没必要去碰她，因为佛爷哥不知道在哪。哦，在下路漏了，对面肯定 W， 哎，预判失误，对面。那把这个龙给拿掉。这样打野压力没那么大，但是这边队友好像有点扛不太住，对方大招空了，一技能拉进来，先秒一个，但是有复活甲，一技能开出来，闪现借 Q， 先秒掉这个伤害爆炸的中单，走位拉开，一技能借 Q。开出来就跳你脸上，你射手敢打这样，敢靠过来打输出。就他在操作的过程中啊，他的脑子是一直是有在思考的，我要该干什么，下一步该做什么。但我们很多普通玩家就不可能说玩出这种很细节的操作。这里的话拿完这个以后，直接去拿小龙。那对面佛爷哥复活了，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子浪，这波再浪送一波大龙小龙全掉。那对面是有龙魂的，我天，这个大招，对面拉克斯绝对是个绝活哥，我跟你说。而且这时候录制是晚上，所以。大家他们就是绝活哥们是打不了巅峰赛的，所以他们只能去打排位。完了，哎，开一技能。我还以为会不会被秒掉，还好这反应好快，立刻就开一技能了。这里上来先秒掉这个脆皮，再拉开，有吸血，一技能一开，再 Q 就能拉开，有复活甲，不怕，打野瞬间把血量给吸上来。这里就玩了一个心理战，知道你会往那边走。佛爷哥在上半野区的。这里先打，血量是健康的。佛爷哥来了就往后跳，不要被他集火。这个佛爷哥是可以跳他的，但没有选择去跳。这样的话退回来，直接选择去打大龙，这波求稳了。如果像前面，如果把这一波放在十几分钟那一波的话。他肯定是毫不犹豫开一技能跳上去了。这里上路上面留个眼，这里直接跳对面打野，不要犹豫，然后打人，晕住。等娜美留好那种空间。不让对面的狗熊碰到就行了。这里射手回去守高地，一技能一开，但想跳到对方跳不了。哎，这样上来送，哎，这样的话选择去拿远古龙，可以双龙会，24个人头。这局的结尾是28个人头，我就看到有这么多人头，我就放在前面来讲了。有没有可能在那偷大龙？赶紧过去。没有选择偷。
上来，对面队友都不在的，火焰哥交轻声，大招交这边，鳄鱼的话往后拉，不会掉点就还是被收割了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去拿大龙，打得好乱，说实话，这边的队友感觉这乌鸦不如出肉，一点用没有。等他最后一下子弹打完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近的那个大招第4下，那个伤害还是有点高的。跳过来，晕住以后再跳，哇，算是1打4了吧？现在是2打4。Q 上来接 A， 有那个远古龙收割得掉吗？收不掉啊，收割掉了。然后顺势又把佛爷哥给收了，有复活甲，不会死。对面选择了投降，太猛了呀！行，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2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